我们今天看《伤寒论》新条文第3条。我跟你讲，今天看很多。一次录，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那这个讲的就是分期治疗的另一个阶段，叫太阳伤寒，也是体温的上升期。对。那为什么叫体温上升期啊？因为体温在上升。我们已经知道啊，体温是防御力的第一层，对吧？所以升温啊，其实是抑制病原体的一个战术，对吧？不要动不动发烧就乱退烧。很久没发烧，越退呢体质就会越差，是这样，是因为你都用中药。虽然你比我弱那么一丢丢。在家里是要有一个弱者的，毕竟不是战场。那么为什么叫太阳伤寒？太阳嘛，就是太阳病咯，说明已经开始了急性感染了。那什么是伤寒呢？这个伤寒肯定不是现代医学的常伤寒。负伤寒、常伤寒。对，不是啊，这个伤寒啊也是取类比象，就比喻啦，中医的特色嘛，用类似的事物来形容一个新的抽象的概念，对吧？伤啊。指的是病情前刚刚开始，擦伤我们说伤，对，就伤到我了。跟我们讲前面讲不是讲中风这个重啊，肯定不一样。前面重还记得吗？对重呢是深层的，伤呢是表面浅表的，说明这个阶段啊是急性感染的初期阶段，体温准备上升，是吧？是。这个寒呢也是个比喻，病人的表现也是这样，皮肤的毛孔关闭，而且呢全身发抖怕冷。对，好像被那个寒气伤了一样，是吧？寒冷长大了，所以叫伤寒嘛。具体什么表现？我们看条文也是看到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就说这个病人啊，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发热，也可能还没发热。不是重点。为什么这样说？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哦。因为体温上升期，它重点讲的是这个人在产热，他在虚热。是啊，这个趋势，而不是说他有没有发烧对，没有发烧他也是在虚热，没有发烧他也是可以在虚热。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很美，就升温的早期嘛，对吧？所以这里要注意的是啊，体温上升期跟发烧没有关系，可以发烧可以不发烧，但是跟产热有关。那病人的状态是产热呢，还是散热？他肯定是产热不散热咯，所以叫体温上升期，只看到产热。所以不是说看到病人没发烧就是体温上升期，发烧了就是体温持续期，这样画等号也是太简单了。有的人产热很久，几个星期都有，那一直都不上热不出汗，为什么？他一直都在体温上升期因为他还没达到他人体本能需要的这个理想的温度，还升不到，对吧？理想体温啊，我们说理想体温是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原体。这个条件没达到这个温度呢，人体是不会散热的。它不会罢休。所以这个阶段啊，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啊。不是说你前3天你是体温上升期，后3天就一定是体温持续期，不是这样。中医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最主要啊、最重要的是看病人的趋势，其实就是人体本能的趋势，它是在产热呢，还是在散热，是吧？所以看到啦。我们中医才有真正下手地方咯。因为中医不是对症下药，它不是说发烧就退烧，它是要帮助本能，所以你要看到本能它在干嘛。一定要看见本能，很重要。看见才是真正的治愈的开始。大家要明白一个临床的真相，就体温的高低，体温的高低跟它是不是体温上升期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有的人虽然已经烧到40度啊，也可能还在体温上升期。不是说你38度是体温上升期，40度就是什么高热持续期，是吧？对，不是这样。我们临床啊，深有体会，吃榴莲吃到卡了，卡到。我们临床也有体会，就病人已经高烧40度，但是发现他皮肤干干的哦。没有一点散热的迹象，说明他身体还没有升到理想的体温。很多那个老中医的医案都是这样，是吧？原本在西医院里面，然后一直给他退烧，退了过后他又回到这个高热40度，可能会吃一直在打击他的人体本能。对，1个月这样子，他才去找会诊找中医，然后中医一来产热药给他一下，好了。跟西医对着干，就升到理想的战略的这个温度嘛，就是这样。用产热药是吧？就推人体本能一把咯。对。所以用了产热药，体温反而降了。你用一直用退热药，它就是死都不降。
你走到那个体温度，它就自然降。因为就是没有看到人体要干什么，本能是要做什么，这个趋势哦，一定要看到。中医讲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个人体本能啊，要达到他要的这个理想的温度、体温嘛。对，那怎么我们不懂他理想体温是多少？你就看他了。对啊，但是我们知道是有没有散热，有没有散热。对，你就要判断是不是。所以说。一到它那个理想的战略的温度以后，人体啊本能它就会自动开启散热模式。那你说自自然然就降温了，因为这个降温这个温度回归正常，这个是结果，是不是？那很多人还是看不懂，很多人还以为中医也是一样，就好像用冰块给它降这个温度。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西医就解决了。对啊，你干嘛找中医？是不是？所以说降温一定要知道是人体有效产热散热后的结果，我们呢只是帮人体本能推这一把所以中医看病啊不是盯着这个温度计，也不是看你有没有发烧，发烧多少度啊，都是很科学的。以前有讲过一个笑话，也是真事啊，就是一个老中医，他一个朋友嘛，他就问他说，自从有了这个体温计啊，你们中医看病是更加有效的还是更加没效的？还以为我们用上了。对啊，他就讲更加差了，临床效果更差了。为什么？因为体温计，它把它变成它分那个区间嘛，37到38是低热，然后39到41那个可能是高热高热就要退烧低热就不要管了，简单粗暴，就这样，真的是这样，就像这些区分了是这样的，就反而影响到那个中医的疗效了，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对中医还是很大的误解，很深。对，没有讲明白。其实中医肯定是要看人体，它到底在干嘛，要看这个人体努力的方向，是吧？本能的趋势，你一定是要看到，不能说我只是看它当下的这个症状表现。症状你看了你也不懂啊。对呀，你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对。恰恰人体它就是需要发烧，你偏不让它这样对着干，对啊。所以一定要看到产热、散热到底它是在干嘛。那产热我们就帮助它产热喽，对吧？有些升温的产热药喽。那散热的话，那我们也是要帮忙散热喽，什么白虎汤如果它散热不到，如果它不行的话，就要帮。是这样，真正的叫。一般散热还是比较少见，散热不好的还比较少，因为像中暑了。中暑也可以用一些方法。是这样。我最近看什么？哪个国家中暑死了？法国、西班牙，每年夏天都有啦。因为不装空调，装空调的人是很自私的，把自己房间里面的温度、热气，然后抽到大气里面。不是不喝，是喝的。那还散热不了，它太热了。可能太有脂肪，很肥，体型比较胖，比较难散热，也是有。可是我在西班牙也还好，我也照样出门啊。你瘦啊，怎么样？你比不了啊。可以。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一个家里的爸爸，他把垃圾打包好，提到家门口，他准备是拿去扔掉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傻儿子小明回来了，爸爸可能去上洗手间了，他不知道这个爸爸是要出门去倒啊，他只是看到这个袋子，以为放错地方了吗？他就把它又拿回客厅，帮倒忙嘛。所以现代医学的问题啊，其实就这样，就不知道爸爸，也就是说我们人体本能，他到底想干嘛？爸爸是人体本能，他只看到这个袋子、垃圾袋这个症状，对吧？他就自己以为，他按照他自己自以为是，他没有问过本能，他就处理这个症状，要问一下爸爸就误会了吗？帮倒忙了嘛？就误会了。所以呢，我们在没有明白人体在干嘛之前啊，不要乱治，乱治不治好过乱治，越治越乱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很快发烧，有的人几个星期都不发烧？这跟体质有关。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我们有谈到这个体质光，对吧？好啊。那为什么我们肯定太阳上寒一定是体温上升期？后面啊，不是有讲必恶寒？对，必恶寒，那个语气是肯定的。对呀。必须恶寒。一定见到，不管你有没有发烧，病人一定是打寒战的，这产热是不是？这个是一定有的。
那再来说体痛，这个身体疼痛我们也讲过，疼痛敏化导致的。因为这个发炎感染以后，免疫细胞它就会释放炎症因子，它就会召集帮手过来嘛。可是这个炎症因子呢，它同时会降低这个血管的疼痛耐受度。对。它会放大这个疼痛信号。所以呢，不是说病毒细菌跑到全身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在帮救兵咯，是吧？这时候很喜欢用止痛药，止痛药它是抑制这个免疫。那你不是跟你的人体免疫、人体本能对着干嘛？是不是？最影响。再来我们看条文里面呕逆。不是说这个病人呕吐你讲。呕是一种趋势，是不是？要吐不吐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恶心有点像恶心。因为急性感染的时候身体会大量的释放肾上腺素到血液里面，是吧？那人体就会进入交感模式吗？交感兴奋嘛，那消化道的血液供应就会变少了。它肯定是要集中火力在一个点，那消化道的血液供应就变少，主要是用来打仗了嘛，是不是？我们也好理解，我们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你说你还有这个心思去种粮食，然后你都出不了门了，是不是？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粮草太迟了。对。我们是打仗靠的，不是临时种的，临时种你还有季节，我们这个是靠平时那个粮库里面积累的粮食，对吧？对，以前人都是积累那个粮草的，对，怕饥荒嘛，可能积累10年、20年这样的。所以呢，人体也是这样，那消化道的能量变少所以这个生病的人胃口变差。他不会因为消化食物需要很大的能量嘛，也是。所以病人通常食欲不怎么样。这个在老人跟小孩尤其明显。我们一看这个孩子食欲差了，要生病了，很准了。那么因为营养摄入有障碍，所以呢，长期生病的人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就会更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呢，胃口差还是要吃东西。我们后面讲《伤寒论》都会提到，像是古人说的喝粥。桂枝汤像这种里面都是有这个医嘱里面就有讲喝粥嘛，粥就是最快最好消化的能量了。那生病的时候肯定是吃不了能消化的咯，消化本来就差了嘛。吃肥肉。但是你还要补充，所以喝粥补充能量是最快的，也是最好的。甚至说《伤寒论》里还会用到麦芽糖、饴糖，对吧？有什么好处？甜甜的。很好吃。就是说，这一个麦芽糖分子它会分解成2个葡萄糖分子所以它升糖很快。我们吃下去血糖会升上去我们吃下去血糖会飙升，目的就是给免疫细胞供能的，给这个士兵打气的。就你有需要的时候是好事尤其以前很多是比较营养差一点，可能吃不饱还是什么。这个很快速这个就需要。对现在的人可能不一定。现在就是挂盐水里面也有快速度的也是有。是这样。那么除了能量以外其他营养素也很重要。比方说维生素 C 是吧？尤其是感染的时候嘛。像我在西班牙每次生病都是，不叫每次生病，就是我感觉到我喉咙开始有一点干，痒我们都是治胃病嘛。我就是用柠檬，因为柠檬的维生素真的是超高，效果也很好。不一样你是干吃柠檬人家是柠檬泡水，你干吃柠檬。西班牙人就是有一些他是等他痛了、感冒发炎了、急性感染的时候，他是直接喝柠檬汁，那我们兑一点那个蜂蜜啦。是没有冲水，冲一点点水有的，我是直接干的。对。维生素 C 就是帮忙抗感染的嘛，天然的抗生素。所以说中医里面就比较好咯，用的是大枣，是吧？甜甜的。100颗大枣里就有100到200毫克的维生素 C 对，比苹果大枣有一个名字叫做维生素片，中医也有维生素片。对它很多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些。所以《伤寒论》里面有很多就是有加这个大枣的。一般都用多少？最少12个。12枚。最多30个人。古人也是认为调味补气，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这些微量元素跟这个营养素一定要补充上，会快速的消耗。所以它就会引起，因为好像我们这个 VC 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氧化，它会保护我们其他器官。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少一个，其他器官就更容易损伤。对它会引起并发症。
那现在很多人用精华的时候还要特意去掉甘草、大枣。哦，也会有。因为不懂，以为没用吗？对对，因为他用那一点点是不懂干嘛。补充这个营养素是很重要的。对啊，尤其是你生病的人，在这种大量消耗营养素情况下，而且非常急需这种能量补充，不然你病好不起来吗？对啊对啊，你要是消耗很快，你不够，你怎么打仗？对。好，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就订阅、按赞，把影片分享出去。那么我们下次再见。